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最近官方推出了新的谐星证 2.0 嘛，所以最近讨论度比较高的呢，就是关于三仙证还有偃月证 2.0 什么时候会出现，官方推出新的军器的周期到底是多久？因为这一次推出新的谐星证 2.0 呢，官方是有预告了，但是那个预告的时间其实有一点短了，就是没有在公告里面讲他们要推出这个谐星证 2.0， 是突然之间我们才看到在活动界面上有这个预告而已，就变成说有不少的玩家就猝不及防啊，可能宝石准备的不够多，或者是转换时准备的不够多，没有办法去转换。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公开一下之前他们推出新的军器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时候。这个是我所做的列表，在2022年12月20日的时候推出了整个阵型的系统，因为那时候才刚推出，而且那时候的军器其实也是蛮多个的了，所以可以看到在短时间内他们其实没有推出新的阵型，是隔了差不多1年半左右，这个是天数来的。但是在推出了2个新的阵型之后，它又相隔差不多122天就推出了另外一个新的阵型，又相差56天推出三仙，相差137天推出大方阵。所以它的时间呢其实没有固定说到底什么时候会推出，但是差距的时间呢就大概150天左右就会推出一个新的阵型了。那么新的三仙阵跟新的偃月阵是不是以这个方式来推出呢？这个也未必，因为根据官方之前在策划面对面里面所讲的东西，他就问到阵型会以怎样的频率进行更新，担心转换了阵型之后又马上推出新的阵型，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所顾虑的情况啦。那他们这边是讲他们预计在2025年12月到2026年5月的时候推出针对终极技能连击伤害对应的3种主要阵型进行下一轮的更新，所以他们这一次在3月的时候更新了谐星阵 2.0， 是在他们预期的时间之内，因为他这边给的周期其实比较长一点啦。此后将以18个月为周期对这3种伤害类型的阵型进行持续更新，因为如果官方他没有讲要针对终极技能连击伤害的话，我们看回去原本刚刚的那个阵型，还有我们现在目前游戏中有推出的阵型来讲，严格来讲呢，他们应该要推出可能拱形阵 2.0 又或者是雁行阵 2.0 了。我个人是觉得啦，雁行阵是必须要更新啊，因为你们也知道现在雁行阵好像跟其他的阵型比较起来没有这么强，但是比较多人认为说它本身可以远程攻击都已经算很强了。我是在想着说，像我们远程统算呢，有技能伤害有终极伤害，有没有官方考虑过说就是针对于远程终极伤害设计一个新的阵型出来，针对于技能伤害又设计另外一个阵型出来，我在考虑这一点。而且我是觉得说驻防的阵型好像也是很久没有更新了，像之前的话我们一直是用空心阵嘛，然后现在都是用拱形阵来做驻防或者是集结为多，所以我是觉得说官方虽然他这里是讲他们只会针对技能终极还有连击来做更新，但我觉得说拱形也有可能会更新了，因为现在统帅都是以这3种伤害为准了，但是我看到有一些驻防或者是集结的朋友，他们会针对自己的驻防集结特意留了一套拱形阵的军器装备，就是为了拿来驻防使用。如果你讲什么空心阵啊或者是大方阵啊，其实正常玩家会用到的情况会比较少，可能大方阵会有用到啦，就是驻防自己的城市，但是比较起这几个阵型呢，其实还是拱形阵会比较好一点。那这里有些不明白的玩家为什么就不要用三仙啊偃月啊或者是用谐星阵来做驻防会更好呢？因为拱形阵它这里是提升普通攻击伤害提升，普通攻击伤害其实是有包括攻击、反击、终极还有连击等等这些伤害。如果你在驻防的时候通常会遇到一些敌人去围殴你的旗帜或者是围殴你的集结，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用到普通攻击伤害提升了，让对方受到的反击会比较高，因为有很大可能你在被围的情况下你的技
能没有办法丢出去，或者是丢的比较慢，甚至你那个丢的技能可能不一定会打到多个目标，所以他们才需要用到这个拱形阵的提升。所以以现在这个版本来讲呢，这个拱形阵的提升是比较偏少一点的，5%而已。你们可以看到在以前的时候三线阵都已经提升到10%了，偃月阵也是10%，现在邪行阵都已经升级变成12%了，有什么理由这个拱形阵还停留在5%呢？跟对方相差那么多。所以我个人是比较看好下一次更新的阵型应该是拱形阵啊，比较起三线跟偃月阵。但是你们也是要做一下心理准备啊。那假设说真的是如官方他们所说是8个月为周期会更新新的阵型的话，当然也是会有可能会推出三线阵或者是偃月阵的。如果根据回他们之前的时间来看，三线阵确实推出的时间比较早，是在2024年8月，就已经相差差不多2年的时间了，所以也是时候要更新了。然后偃月阵是在2025年4月更新的，所以这个时间其实还算挺早的，只是相差1年的时间而已。所以下一次可能是拱形啦，也有可能是三线啦。如果我是官方，我想要赚钱的话，我当然是推出三线啦。这个是要以官方的角度去想他们营收的问题。假设是真的这样子的话，就是讲下一次推出新的阵型的时候，应该是在2027年9月23日，相差了差不多1年再多一点的时间吧，就是549天。但是我不觉得官方他们会把那个周期拉得这么远啊，因为你们可以看到在之前的时间呢，甚至都没有超过100天，又或者是可能130天到200天左右而已。突然之间你跟我说下一个新的阵型会距离现在我们推出这个邪行阵 2.0 相差了550天左右，这个我觉得不太可信了。所以我觉得中间应该会穿插一些新的阵型，像我刚刚所讲的，有很大可能是拱形阵 2.0 穿插在中间。因为他这边邮件呢，有时候官方很喜欢玩文字游戏的，他是跟你讲这3种类型的伤害的周期是18个月，但是他没有讲其他的东西哦，有可能中间突然之间跟你穿插一个焰形阵 2.0 拱形阵 2.0， 是不是？因为那几种伤害都跟这3种伤害都不一样的嘛，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是要做好心理准备啊。如果你是有用到其他阵型的话，那假设说如果你只是用这3种阵型的话，其实你也不需要太担心啦，18个月其实挺久的。但是在推出新的阵型之前呢，你们要做什么准备？那各位也知道啊，这一次新阵型推出之后，有很多人就抱怨说哦，他们没有足够的转换石啊，需要去购买礼包，然后官方又特别抠门啊，他们给的那个死人转换石啊，才给那几颗，这几颗都不够我转换1个啦，有没有搞错啊？这么吝啬，然后要求还这么难，怎么可能生50件军器出来？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可以弄到40件吗？就是因为我去玩刮刮乐，所以我才可以弄到50件的金色军器出来，否则我前面这几个都没有办法完成呢。就是说他就是骗你去消耗你的宝石，你自己想一下，你只是买这个死人券都要用到宝石了啦，然后就算你不买这个死人券去拿到这个宝石，你还要去这边商店这边购买转换石。所以现在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尽量在日常的时候多采集宝石，然后资源呢就可能用你的小号啦，像我这边小号就是帮我负责去采集资源，我这个主账号就是专门去采集宝石了。然后就是每一次到头淘包里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特意再去买那个 VIP 点数啦。如果你跟我差不多就 VIP 17 VIP 18，甚至你是 SVIP 的话，你在头淘包里的时候，你在商店这边去购买转换石就可以了。因为转换石获得的途径呢，暂时就只有这个方法是可以用宝石购买的，其他的可能你就是要打 KVK 之类的，要完成一些成就，像这边要击杀，要拿到功勋值才可以拿到2颗，打 KVK 也是可以拿到，但是打 KVK 就预示着你会消耗比较多的资源加速啦，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啦，就尽量在投淘宝里的时候去买一些转换石啦，你好像1个月买1次也好，至少在下一次的时候你可以做好准备。如果是等到下一次推出新的阵型的时候，我相信多数玩家应该都有不少专属铭文了吧。 OK， 那么对于新的阵型的推测大概是这样子，当然这边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声啦，因为官方呢他有时候漂浮不定了，你们看这边的时间点就知道了，他甚至连这一次统帅推出的时间都可以延迟，所以很难讲的，有可能他会提早，可能会延迟，所以各位随时随地都要做好准备啊，不管是宝石还是你们的钱包。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啦，至于各位对于这个军器 2.0 推出的时间还有推测有什么想法呢？你们觉得下一次推出的阵型是什么阵型呢？大家如果
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